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Me not to waste my life. She said, spread your wings, my little butterfly. Don't let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t night and make your walk on by.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but you just keep on running up your mouth. Yeah. Walk on over there, 'cause I'm too fly to care. These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非老师好，黄澜老师好，陈明老师好，台上的24位女嘉宾，还有台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浩文，来自北京，今年26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带你逛逛北京的胡同。我前不久在北京去了那个烟袋斜街，哎呦，那可太有名了，是吧？是的，哎，游客也多，很好看。来，我们看一下一组老胡同的照片。哦，这个胡同真的是属于北京文化的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东西。对，它是在北京可以算是一个非常经典、非常有名的一个传统古建筑群了。台上还有哪几位来自北京？来，你在北京住哪儿？男嘉宾您好，我是2号女生方玉飞，来自重庆，现在在北京上班。哦，就是我逛过南锣鼓巷，还有那个五道营胡同，还有那个西郊民巷。您去过吗？这都是很经典的胡同了。就是我喜欢在那里拍照，那你有没有推荐就出片更高的地方？其实西郊民巷既然去了的话，东郊民巷也可以去逛逛嘛。东郊民巷。东郊民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洋胡同。法国的这个邮政局，还有当时咱们有一个法院博物馆都在那边，还有一个大教堂。拍照的话，那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东郊民巷您一定要去。好的，谢谢。我在北京也生活10几年了，就是去北京的胡同有一种感受。在胡同里生活的那些人们会给你一种感受，就是生活比一切都重要。确实是。对他们那种豁达，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的感觉，特别有人味儿。而且北京的大爷很喜欢跟你聊天，那如果你愿意走进去跟他聊一聊的话，他是非常愿意跟你敞开了闲聊闲天，会带你感受那种北京的那种以前独有的一种怎么说呢，风土人情吧。黄澜说的那个，我曾经发过一条微博，我说我们的城市啊发展日新月异啊，时代进步嘛，发展得很快。我既喜欢欣慰地看到城市发展变化的那个快，但是一个城市总应该有一些东西保持着它不变的东西，就是刚才黄澜说的那种气息、某种味道、某种沉淀的东西，变与不变之间就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您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女生经常让我猜她的潜台词。不让猜潜台词还叫女人吗？也不是不让猜嘛。其实我觉得适量的猜一猜潜台词，反而是一种情绪，它可以加深情侣之间的沟通。
然后也可以增加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幸福感和这种甜蜜感。好，但是就是难度不要太大。啊，对，主要是笨，主要是笨。8号，大家好，我叫付清月，今年23岁，来自江苏苏州，现在是一名在读研究生。如果我是你女朋友，然后我对你说，呀，最近和这个女生聊的挺多的嘛，你觉得我想得到的回应是什么？那我就赶紧该道歉道歉，该琢磨琢磨怎么跟这个女生切断关系了。当然了，基本上我就不存在这种情况，我的女性朋友非常的少，基本上半只手我就能数完了她。他这个不叫潜台词，他这个已经叫怒了。是的，是的。21号，男嘉宾，那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说走在街上，然后迎面走来一个女生特别漂亮，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哎，那个女生好好看呀。你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那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说走在街上，然后迎面走来一个女生特别漂亮，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哎，那个女生好好看呀。你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吗？这个一方面你很想夸夸她，第二方面你想看看，就是说我看到美女的时候，我是怎么就是对待我女朋友的？我是不是觉得你是最美丽的呀？是不是？对对。反正我肯定会说，哎，一般吧，还可以吧，我也没怎么仔细看。但是怎么来说呢？还是你最好看。对对，其实您挺能理解的。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夸那个女的，第二个就是你要顺势夸你女朋友一下，是这样的。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不然的话就是有点那什么了。要是陈明会这样回答，有吗？哪有女人？我眼里只有你一个女人。太了解我了，教科书了，属于是。15号，付王老师你好。哎呀，查老师你好。哎，台上的是我的朋友。那我大概问一下吧，就比如说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自己出去吃饭吧，我不是很想去，那我现在是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这个一般女生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不想吃饭，你最好能帮我选一选我喜欢的。但是我觉得以查老师您的话，基本上意思就是，你赶紧别烦我了，我要玩游戏了，我不想吃饭，我是真不想吃饭。我说的没错吧，查老师？有点面子，是吧？你们俩好像很熟啊。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我们一起在玩游戏的时候认识。朋友的朋友，对对。男性朋友的女性朋友，对。哦。你们中间的那个朋友知道这事儿吗？这个我要说不知道，他看到会不会打我呢？这就不好说了，就看你今天成功没成功啊。对，我也你要没成功，他就不一定打你，对不对？而且你刚才称呼他用的一个茶老师啊，对，是的，基本上他的网名都是统一的，叫浑水阴茶。然后他可能不太喜欢我们叫他全名吧，当然他现在已经暴露他的全名了，茶老师。茶老师，茶老师。看第一条片子。我7岁开始弹钢琴，18岁我开始敲键盘。我叫李浩文，科技公司算法工程师。算法工程师不是计算的人，而是去为计算机设计一个有效的计算方法。凭借好的算法，可以迅速收集到你想要吃的东西，也可以从大数据中匹配出适合你的相亲对象。而我的工作就是不断优化算法，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工作完成，下班。这一行发展快，变化也快，不提升自己就跟不上时代。下班后我也会看看近期的新论文。一周工作6天，周日就是我精彩生活的开始。我会把这天安排得满满当当，聚会、做手工、打球，什么有趣做什么。我很享受忙碌且充实的周末。
玩逛街的时候，经常看见一些这种有意思的小玩意儿，就比如这种解压神器——手指按摩器，它可以就是放松手指嘛，对我们程序员是非常友好的。在这些安排当中，我有一个固定行程，每个月至少有2天陪我妈走亲戚。小时候的时候，我父母比较忙，我是我爷爷直接带大的，所以跟我爷爷的关系非常好。但是19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去世了。这种非常亲近的亲人在你眼前直接离开的过程，非常有冲击力的，影响很大。从那时候我就觉得，亲人有时候看起来离你很近，但实际上也有可能离你也很远了已经。所以我现在格外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机会。喂妈，明儿去趟老家吧，2、3礼拜没去了。未来希望我们组建的是一个有爱的小家庭，携手共进，一同走过一程美好的旅途。算法就是你们的工作是吧？哎，是的。要不要给我们解密一点，像我们这种普通群众还不太掌握的跟算法有关的知识，给我们科普一下？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风神勿扰，马上回来。风神勿扰，现在继续。算法就是你们的工作是吧？哎，是的。要不要给我们解密一点，像我们这种普通群众还不太掌握的跟算法有关的知识，给我们科普一下？比如说像 AlphaGo， 相当于是从完全不会下随便下的那种机器人，自己跟自己下，然后自己学，最后通过400多万盘的围棋对局，最后击败了柯洁、李世石这种世界冠军。你要弄一个机器人，通过算法跟陈明吵架，有没有可能吵过他？照科幻的说法来说，机器人第一是不可以伤害人类的。我觉得吵架也算是某一种伤害人类的行为。辩论的辩论的话，理论上来说是很有可能的，但是50年以内吧是不太可能。啊，那行，那我也快挂了，所以这个算法先收集他以前所有公开场合辩论的那些数据，然后推理出他习惯用的几种方法和背后的逻辑，然后再复制，是吗？对，但他同时也会收集就是这种比如说全世界这种辩论高手的这种素材，全部收集起来。哦，哇哦，就是弄什么人能制住他的？对，可能你有5个招，人家有500个招。对，找到我的弱点，发现没有。是的。20号。大家好，我叫江欣，今年26岁，来自济宁孔孟之乡。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是济南，就是那个4面荷花3面柳，一城3色半城湖的济南。男嘉宾说想带我们去逛一下这个北京的胡同，我还想说欢迎大家来济南，我可以带大家逛大明湖、爬泰山，然后带大家尝一尝我们那边的把子肉和煎饼卷大葱。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的工作是我感觉应该是比较缜密的嘛？那像你日常生活中，你是一个比较理性一点的，还是一个比较感性一点的男生呢？我日常生活中可以算，其实还是比较感性的。我，虽然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程序员可能听起来比较的，理性是说好听了，其实有点木可能或者有点直，但实际上这个程序员吧，他也是有程序员的浪漫可言的。对呀。说你可能我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比如说月色或者说樱花什么的啊，我们可以通过算法的方式呢，就把它从文字直接变成一幅画。我还带了一个片子过来。来，我们看一下，看一下。程序员也有属于自己的浪漫，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算法，通过一句话或者一个短语，就可以画出一幅属于女孩自己的画来。比如说今夜月色很美，你们来试试看。哇，他有超现实主义，他也有一种风格。它有非常多种风格，毕加索呀、张大千呀，或者中国画，或者甚至漫画、像素风都有。然后这个照片也不是说从网上直接搜的，它实际上是搜集了几百万幅画，
然后去比如说当然进行一些设计吧，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把一些要素抽出来啊，差不多。然后当我们去说出一句话的时候，他会根据他分析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按词来分析，然后最后生成一幅相当是原创的画。哦，所以这是给女生独属的画。我们来看一下，有个图表，他们现在年轻人周末一般怎么安排的？这个是 DT 财经颁布的2021年青年周末调查报告。的这个排名前3的，排在第1位的是睡到自然醒。睡眠非常重要。对呀。然后排在第2、第3位的是欣赏或者置身于大自然，还有拥有新体验。这也是大家周末比较想去感受的一种生活方式。最后一位是无所事事，青年最烦的就是荒废时间，还是要找寻意义。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前4个吧，基本都是我非常有共识的一个东西。哎，你是爱走亲戚的那种人啊？确实，从我爷爷去世了以后，可能我会觉得亲情这个东西比较重要吧。我以前是属于就是1年到头我都不跟就是长辈聊聊天的那种，但是后来我爷爷去世了，我会觉得其实跟疏远了一些亲戚，这曾经可是很关爱我自己的，然后我可能就更愿意去跟那种像姥爷呀、像伯父啊这种角色、这种亲人，我去跟他们多沟通、多聊聊天，就会发现他们不是不关心我们，他们只是我没给人家机会。然后当我愿意去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其实他们怎么说呢？哎呀，从我不开始沟通的大学开始，一家人问你大学怎么样啊？然后你找工作怎么样？有对象了吗？然后工作的情况顺不顺利啊？他们其实把这些年的疑问都问上来了吧？我能感觉到，就是这种听起来很琐碎的这种话里吧，但实际上饱含的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我还是觉得非常珍贵的。你们有跟他一样喜欢跟亲戚来往的那个吗？6号。南嘉宾你好，我呢就是我奶奶住在我对面的小区，她是那个小区的最靠近我这个小区的位置，我们俩都是2楼，然后我开窗就能看到她那个窗户，然后就是频次就是每天晚上我姥就问我来我这儿吃饭吗？女嘉宾这属于凡尔赛，我太羡慕了。啊，如果是能离得这么近的话，那可能每天我都要去串串门，今天去那家吃，明天去那家吃，那实在太好了。我最近有个什么新总结呢？我也是近2年发现，有好多人叫我姑父和姨父了。就我之前也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晚辈的心态自处，但现在越来我们同辈人都生孩子，然后给我视频说快叫大姑父好，我都谁我是大姑父了，我要严肃一点，对我是个姑父了，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遵循一个新时代长辈3原则：不追问，不干涉，一起玩儿。遵循的这个原则之后，我发现那种全新的感觉打开了。我们依然是血缘相连、血脉相通，但是我们不是在以传统的这种以高低的姿态在面对。我也供屏幕前的新长辈们分享吧。好，看下一条。继上一次分手后，我已经有3年没有再谈恋爱了。身边的朋友以为我还没有从上一段的感情中走出来，其实并不是。我只是在想自己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应该去谈一场怎样的恋爱。曾经交往过一个大我3岁的姐姐，特别没有安全感。她会因为不信任，连夜买机票突击查岗。那次有个同学让我帮他个忙，他爸爸有2个女同事来我们学校玩，他没空，然后就让我去做这个导游。我没问题啊，我就上午跟我女朋友报备了一声，她当时啥也没说。到晚上了以后，突然就打了个飞的过来突击查岗，闹脾气嘛，就一定要跟那2个女同事见一面，就很尴尬。我当时哄了很久才哄好。经历过这件事后，现在跟安全感低的女生相处我会更加注意，报备要清晰详细，沟通要做到充分。我也会主动跟女朋友保持联系。在出去过程中呢，会经常跟我的女朋友进行一种非官方式报备吧。一方面，其实你分享这些可以让女朋友感觉很安全；另一方面，我本身也很喜欢跟我女朋友去分享一些看到的新奇事物。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感情的培养，也是一种开心的事儿。在我看来，心动很多时候只是一瞬间的事，但往往新鲜感过后，才是考验这段感情的开始。
新鲜感在的时候，你刚认识、刚恋爱，那热恋期你看不见对方的缺点，对方也看不见你的，你俩都是完美的。那过了以后呢，这滤镜一撤，以前那些优点习以为常了，平淡了，对吧？然后以前那些小任性、那些小缺点被无限放大了。那个时候你还能长期忍受这个人吗？你该怎么去运营跟他的感情呢？说白了吧，这才是真正感情的开始。希望未来的你性格温柔，年纪不要比我大太多。期待能找到一个和我相契合的人，谈一场相看两不厌的恋爱。5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到你说你想给你的女朋友有足够的安全感，然后安全感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比如说分享欲。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在你的恋爱过程中碰到了就是新鲜感过去之后，进入了这个循环，你会怎么去做？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新鲜感首先是难免会过去的。首先，我们要接受恋爱不只是新鲜感带来的那些激情，还有一些平淡的生活。第二呢，可能我们也会刻意的去就是营造一些新的新鲜感，比如说我可以跟我的女朋友去一起发掘一些新的爱好，或者说有些新的新奇体验呀。固有的新鲜感可能很快消耗完了，但是未来人生还长，我们可以创造无穷无尽的新鲜感。我觉得是两方面并进的。就是男嘉宾说，就是会在这个新鲜感过去之后，自己会去制造。那你就是说会主动去把自己的感情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升级发展的。当然啊，你看你这2个问题连在一块儿，我就觉得很好。爱情当中应该有的、必须有的是分享欲。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明天约了几哥们儿去钓鱼，那个鱼塘听说很好。我跟你说，那也不是说我要跟你报备，亲爱的，我要去钓鱼了，我跟你说一声，大概3个小时，不是，是我想跟你分享明天我要干的那个事儿。恋爱不是说我必须跟你说，或者你必须跟我说，是我想跟你说，是你想跟我说，这个是有区别的。在2个人的关系当中，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某种缺点，你们是愿意觉得有必要先说吗？还是说不问就不说，或者发现不了就不说？22号。孟非老师好，男嘉宾好，我是22号女生，我叫王楠，来自于美丽的岛城山东青岛。然后我其实是我前男友，我有跟他就是进行过沟通。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有一点点粘人，然后另外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不是很喜欢就是交流，有可能会闷着。然后呢，我发现他也是那种人，所以我们2个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无论有任何的问题，当天一定要把问题解开，把话匣子这个事情摊开，不论是你还是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我是那种不太擅长表达自己情绪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对方冒犯了我，但是其实我不太希望我直接告诉他，你怎么这样？我不会这样的，我可能就是自己的情绪先自己消化掉。但有时候我可能消化不掉这个情绪，我可能就需要把它消化掉。那可不行，那可不行。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一天的情绪一定要一天解决了，不然的话，我觉得一旦过了夜以后，它就不是情绪那么简单了，更多的就是大家这个有问题了。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在视频里面提到说不喜欢女生就是比你年龄就是大特别多嘛，然后30岁你会介意吗？我现在我觉得挺好的。30岁，因为我也快27岁了嘛，人家说女大3抱金砖嘛，对吧？谢谢。这个是什么触发的？对，我觉得有2轮灭灯，一轮好像是男嘉宾说到情绪的问题，他说不要过夜，但是他说他偏向于自己消化，然后灭了好多灯。第2个就是说他觉得女大3抱金砖，然后可能女小的都已经灭灯了，是吗？
哎呦，一说的本来还没想清楚，给你这么一捋，哎，我也应该灭灯。你看看，这就是回忆的来了吧？哎呦我天哪！哎，15号，你没有问题吗？你们熟人？我其实没有啥问题，太熟了。我们实在是在交往了有一段作为朋友交往了半年多吧。什么叫交往？跟谁交往？谁跟谁交往？就是作为一种朋友去，两个人可能一起去玩一下。哦，不是那种交往，要注意措辞。交往有它的狭义和广义之分。你不要再说了。对。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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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个死在陈明手里啊！没有，是我没说清楚。你现在也没有问题吗？我现在有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你先把他们都熬死了，他这会儿有问题了。没有，是这样，就是，之前也和很多朋友聊过，就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和朋友谈恋爱。我找恋爱对象，我肯定是去找一个，比如说和我不是很熟，这样他不知道我缺点，我还能装一装。你们大家都看得太清楚了，我不太喜欢。我留灯，我也是比较认真的。然后我就想问问男嘉宾，就是如果你能够接受我的一些缺点，就是你们大家平时能看到我的一些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应该还是 OK。那我觉得应该还是 OK。哇，那我就问男嘉宾能不能接受？我倒是觉得，就是如果你是认真谈一段恋爱，我们去长久的走的话，反而是双方互相更了解一些，会走得更长远。我肯定是可以接受的，肯定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还是非常了解你的吧，我觉得沙老师。他接受的不行的了，这种。哦天哪！你那个是？这个是有牵手的女生的话，想送给她的礼物吧？是什么呢？这是我1、2个月前吧做的一个紫砂的杯子。哦，对，茶杯。茶杯，它是茶杯。马老师。我可没有那个意思。哎呀。按规则，我们这会儿是要看一下制推的，但是我们是一个服务性的单位，我们尊重客户的意见，你还要不要看那个制推？这要提醒男嘉宾，因为你是程序员嘛，那这个是算法给你推荐的人。我很懂算法了，我更懂查老师，我就不看了。更懂查老师，我就不看了。不看了，收起来。制推不要看了，心动还是要看一看。来，大平。哇！哎呀！我的妈呀！天哪，这个，哇，今天好甜呢。我们这个舞台上其实之前来过很多一往直前，然后锚定一位，然后为你而来。其实那种为爱奋不顾身，确实也很炙热，很让人感动。但在他们两位身上，我看到是一种理性、沉稳之后很温暖的爱意的表达。爱里面还带着很多我了解你，我也爱你。是，所以你看，从他的心动，从他带来的这个礼物，他怎么没带酒杯呢？他带的茶杯，说明几乎可以为他来的。莫非老师还是懂我。哎，来，过去吧。的爱
情是久违的安排的游戏，还是有想老人的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出我想如今。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还是你付王老师你好。哎呀，常老师你好。如果你能够接受我的一些缺点，我肯定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还是非常了解你的吧。哎呀。天空有太阳暖暖的放晴，就是这样一个杯子，然后送你什么？是我自己做的，虽然比较的简陋吧，但是费了足足4个小时呢。好的，谢谢。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是觉得啊，这查老师很漂亮，但是实际上更深入了解以后，我觉得她性格方面还是非常自然的，然后给我一种非常开心轻松的感觉。我觉得轻松是2个人交往最重要的东西，这让我很难不产生好感吧。然后之前知道他上这个节目了以后，我想去试一试吧，就是也算是给了我一种壮了我这个怂人胆了。为他留灯，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只是缺一个契机，就是在台上觉得他讲话什么都很真诚，而且他说的很多点和我还是很有共鸣的，而且他家那些情况还挺清楚的，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还是知根知底的一个情况会好一点。我必然是非常的激动，我夙愿达成，我属于是满载而归了，我非常的开心，说实话。他们见面的那个时候的有一点小尴尬和小改变，其实还让人看着觉得内心很温暖。他们又很熟，但是又不能用曾经打个招呼的方式，你捶我一下，哎，你来了，就这种，哎，要牵一下手，2个人都，哎，怎么会要牵着手呢？但是也牵着手也走了，这其实很温暖的。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Hello， 3位老师好，场上的24位女嘉宾你们好，以及台下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徐凯欣，今年27岁，来自河南许昌。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们一起看喜剧片。说几个你特爱看的喜剧片。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喜剧之王》。红帆。哎，我好喜欢这个。哦，养我呀！因为这个片子初看的时候会给人一种感觉，只是被里边的搞笑环节所逗笑，但是你再去刷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演绎了很多人生百态，会让人觉得初看不知其中意，再看已是剧中人。哇哦！这一听你经历了很多的样子。来，台上的女生有爱看喜剧的举手，我们看。哎呀，这么多人，3号。男嘉宾你好，我非常喜欢看喜剧片，不只是喜剧片，现在线下的一些小剧场会比较流行，然后我会在周末的时候经常会去看一些喜剧的剧场。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带你去感受一下，谢谢。好的，好的，谢谢。哎，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旅行的时候我只是你的工具人。因为我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我们去云南旅行的时候，全程帮她拎包啊、拿水啊、干嘛的，帮她拍照。结果回来之后，她发朋友圈，我朋友问：“哎，你女朋友跟谁去旅游了？”我才后知后觉，仿佛这场旅行只有他自己一样。我觉得
特别的没有那种存在感一样。21号。嗨，男嘉宾，你长得特别帅。如果说跟你一起出去旅行的话，我会帮你拍照，我拍照技术特别好。谢谢谢谢。你拎包帮他拍照好不好？可以可以，我拎包也没问题的。你看看人跟人不一样吧？这卑微小铁。对 ，Hello， 可以叫我老铁。来看片子。速度、激情、自由，机车对我而言，不只是青春，也是梦想的起点。我是徐凯欣，与机车结缘9年，现在拥有一家自己的商贸公司。更让我离不开的是身边这群玩车的朋友。我们有一个群叫骑摩托车的少年，大家的关系很纯粹，遇到困难都会互相帮助。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在群里招呼一声，出来骑摩托车吧。一起骑行的时候，风吹过耳边，烦恼也都被抛在脑后了。我们也约定，等我们老了，出来聚会也要骑摩托车。妈，我回来了。这是我的妈妈。小时候，我妈就告诉我要做一个快乐的人。她自己的性格也是特别的乐观。可是当她退休之后，整个人就像变了似的，经常在屋里唉声叹气的。我觉得长时间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决定给她找点事情做做。7点，小区门口接菜。那段时间，我就带着我妈起早贪黑的卖麻辣烫。虽然不怎么赚钱，但我觉得她是开心的。累不累啊？累是可累，但是干的也可开心。现在妈妈不卖麻辣烫了，已经过上了打牌、遛狗的悠闲生活。这是仔仔，我妈的乖宝。你肯定想象不到，她刚进门的时候，我妈是什么态度。妈，咦，你这抱了个狗回来嘞！我跟你说过没？你养狗那长得跟啥掉毛，最好3天给我弄走弄走。现在可不一样了。妈，你把我床单放哪儿了？前2天不是有点冷吗？我给仔补用了。看到了吧？这就是仔仔现在的地位。仔仔现在已经10岁了，希望未来的你愿意陪我一起遛狗，也愿在我的后座和我一起兜风。放在过去，这个片子看完了，24个女生里边至少会有1个人会这样说：啊，你喜欢骑摩托车呀？你要跟我谈恋爱了之后，我不让你骑，可不可以呀？我先把这个话问出来啊。12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是你的老乡，我也是许昌的。哦。然后我看你短片，你特别喜欢骑摩托。假如说你的另一半，他就是不太喜欢你去骑摩托。终于问出来了。他主要是为了配合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啊，就是说我们主张的骑摩托车是骑帅不骑快，我们主张的是休闲骑行。当然如果说我女朋友她对这个恐惧，我会慢慢的让她适应。如果她真的非常的不喜欢的话我可能也就会尽量的少玩吧。尽量少玩但是不能不玩。杨小晴。Hello， 男嘉宾。然后我刚刚看你的 VCR， 我觉得你骑那个摩托车很帅。然后我曾经幻想过，就是我结婚的时候，然后他就骑着摩托车来载我，就像那部电影《天若有情》一样。这个我也有想过啊，就是我结婚的时候举办一个机车这种婚礼啊。20号。你好，男嘉宾，我也想找一个会骑摩托车的男孩子，这样我可以穿着汉服，然后你带我兜风，我觉得会非常的拉风。好的，好的，谢谢。汉服在摩托车上很像哪吒啊。是他，是他，是他，踩着风火轮是吧？来看哪吒。17号。
男嘉宾你好，就是刚才看你在骑摩托车，就是有没有发生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你好，就是刚才看你在骑摩托车，就是有没有发生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2020年疫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就是村口执勤人员，他们没有那个防护口罩。然后当时我刚好商贸公司有这个运送物资的这个许可证，我就组织这个车友去给他们发放这些口罩和消毒液之类的这种东西。18号。男嘉宾你好，刚刚你说的这个送口罩的事，就让我想到了那个重庆山火。那个山是很陡峭的，当时那些车是开不进去的。就有这样一批摩托车车友，他们自发的去当这个志愿者，然后一趟一趟的送了这一些救援的物资呀、设备呀等等等等。要知道火烧起来的时候是很烫的，骑摩托车没有什么外在的防护。所以是很艰辛的一种情况。在以前吧，我可能觉得骑摩托车很炸街，我觉得很张扬。但是就因为这件事啊，彻底的改变了我对这一群人的看法。我觉得真的是真正的热血少年。对，我看到有一个胖胖的那个男孩，我专门关注过他，叫龙麻子，是个00后，就是他36个小时连续的给送物资，一直到自己都吐了，而且他那个摩托车好像花了3个月的工资买的2手的摩托车都骑坏了，就非常了不起。他说重庆就是我的家我的家起火了，我难道能不救吗？我觉得这样的00后这样的骑士真是让人感动。心里过着光的人，时间很快。他们速度是真快，我记得现场有一个消防员说到，说救火这么多年，第一次在火灾现场喝到冰矿泉水。那几天我老家重庆的，也有一些朋友给我发很多很多的视频，我就看到那个画面，我想到就是一句话：有的时候在灾难面前，这个社会是需要有人站出来的。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的人，向他们致敬。3号。Hello， 男嘉宾，刚刚看到你的 VCR 里面有一只小狗狗是领养回家的。其实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也有养一只小狗狗。我在外面遇到它的时候是一个很巧合的缘分，它跟着我一直走到了我们家楼道门，它那脏兮兮的，是被遗弃的样子。我领到家的时候，我妈妈其实很恐惧一切带毛的小动物的，就恨不得把我和狗一起丢出家门。后来这个狗已经变成了我妈妈的一个孩子一样，然后希望有机会可以一起去遛遛狗，去逛一逛，去看看你喜欢的喜剧，可以留意一下我，谢谢。好的，好的，谢谢。好，看下一条片子。在恋爱中，我是一个愿意为女友付出的人。大学时的女友是一个学音乐的女孩，可能是为了保护嗓子，她喝纯净水。有一天给她送水的时候，刚好碰到小区停电，20升的桶装水，我硬生生的扛上了15楼，结果天气太热，中暑了，歇了3天才缓过来。那时我自己也在兼职跑网约车，每天都会接送她上下学，不管多晚都会陪她吃宵夜，结果自己吃成了180斤的大胖子。我们的感情很好，但她的家长不认可我，不断给她施压，所以最后2人还是分开了。我愿意付出，但不愿意被比较。
可后来交往的女生偏偏什么都要比一比。我送她的礼物和送前任的礼物，她要比；我现在的发型跟前任在一起的发型，她也要比；甚至她送我的礼物和前任送我的礼物，她都要比。似乎只有比赢了，好像才能证明出来我对她比前任用心。那你觉得恋爱中需要证明自己爱现任多过前任吗？我觉得不需要证明，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你通过细节就能看出来这个男生是否真的爱你。可她的前男友一直在找她，她又处理不好这段关系。我希望她删除男生的联系方式，她也不愿意，所以我提了分手，不再联系。我向往的感情是简单和纯粹的，我不介意你了解我的过去，但我更希望你能珍惜我们的当下，你愿意吗？扛着那个水是多少楼来着？15楼。中途歇了几次啊？中途到7楼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放弃。扛到7楼，真爬不动了，有没有什么变通办法？我当时让他下来。他是原来就这样的，还是被你宠成这样的？她是比较这种娇惯任性的这种女孩子，反正就平时什么事情都是我来做。范浩然，如果是你停在了7楼，还剩8层怎么办呢？坚持下去。谁坚持下去啊？男生坚持下去。我以为你会说走开，我来。1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刚才我在看视频的时候，你说你的现任女友拿什么都要比，我想问一下，你是把你和前任的无微不至的一些关系、礼物、相处模式都告诉你的现任女友吗？问得好。哦。这个我不会的啊，但是我上一个女朋友她就是比较喜欢去问一些我跟前任在一起的事情，然后我总是会逃避这个话题，但是呢聊不了几句就会扯到这个话题。如果说我要是说实话的话，她就会非常生气啊。那还是你的毛病，问他就说。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听到你在视频里说你会介意你的前女友不删前男友的微信，然后我是一个从来不删前男友微信的人，而且我不喜欢和前男友就会闹得很僵的那种结束，就是哪怕吵架了我都要跟他和好，和好之后等哪天心情好了，我们两个人再和平分手，好聚好散这种。这个很别致。对，我就是这种，你能接受吗？这个我接受不了。1号。男嘉宾你好，首先我非常认同你那个观点，就是我不会去过问对方之前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之前的过去了就过去了。我想认识的是现在的你，想拥有的是未来的你，想拥有的是未来的你。而且我不会阻止你骑机车，我也很喜欢骑机车。我不仅可以坐你的后座，我还想跟你一起并肩骑行。哇哦！好的好的，谢谢。哎！哇！帅！来，3号，3号，3号。让我稍微平静一下，我现在整个人都在发抖。其实刚刚男嘉宾下来的时候，可以承认是因为男嘉宾的长相、颜值很高。但是通过他的 VCR 刚刚的了解，我觉得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包括他的爱情观。
哇哦！我就是想问男嘉宾，你听过一个小贝壳的故事吗？这个没有听过，你可以讲给我。其实它只是一句话说，当我已经有一个小贝壳的时候，我就不会再去海边上寻找另一个小贝壳。我拥有的永远是最好，我拥有的永远是最好。而且男嘉宾说他不喜欢冷暴力，我在感情里，我会在相处的时候就跟男生说，我们两个相处我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哪怕是我们吵架，也不要去冷战。所以种种，我觉得我按不住了，我一定要爆灯，谢谢。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网上有网友关于前任的问题，来大屏幕看一下。他哪里好？你最喜欢他什么？他人好，我喜欢他的性格。他人好，你跟我在一起干嘛？你最喜欢他什么呢？听话懂事，听话懂事。我每一句听完都想骂他。哎，这是模拟试卷，你们干什么啊？哦，来，你为他做过最冷，这个台上经常碰到这个，这是致死率最高的问题之一。最浪漫的，其实我觉得没有最浪漫的这一说，因为我这人是比较看细节的啊，平时做的就已经怎么说呢，够可以了吧？我只能这样认为，没有说最浪漫这一说的。最后一个，如果他回来找你，你会怎么做？那如果我有女朋友的情况下，我肯定是不会见他的啊，也不会跟他联系的。哦，那如果你没有女朋友，还是会见一下？不。我从女生的角度，我来解释一下这几个问题，女生想听的点是什么？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不带情绪的问，其实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对吧？我觉得这也是对你的一种好奇。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其实是我们很想知道一个男人为感情到底能付出多少。所以如果说你听到一件事情说，哎，这个男生很用心的爱过以前的人，那说明他有爱的能力。然后第三个问题想问你是，前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你到底有没有放下？然后你在那段感情中得到了什么？是在怎么样处理你们之后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马上会影响到现在跟现任相处。黄澜说的那些我基本都赞同，但是一定要跟你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那些年轻男性观众说的是，刚才黄澜的那些分析，你们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就是你评估一下问你这个话的妹子她的理性程度和那个语境，你得把这个搞清楚。像黄澜这么理性的职场女性，她可以说哦，你做过最浪漫的事，说完了之后，她就哎，你是具有爱的能力的。99%是什么呢？听完之后，怒火万丈的概率是85%以上。对呀。还有那10%几呢，叫生闷气。所以你好好评估，千万不要生搬那一套，弄完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我觉得孟老师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我也建议，屏幕前的男性们也适当的可以问一下女朋友，就3个问题。哇哦！如果你去问问他前任，你们原来怎么相处的，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让我们将来的相处会更好。我觉得，如果说男生有这样的胸怀的话，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什么样的沟通都会是很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4号。大家好，我是4号女生，叫傅海东，24岁，来自吉林白城。我是10岁被特招入伍，曾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国家比赛，也参加过世界比赛，荣立过2次2等功和2次3等功。什么比赛？是珠心算比赛。现在在杭州做一名珠心算老师。刚刚最后一个问题说，就是你会为女朋友做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你的回答是说，你平时已经为女朋友做得很好了。但是如果你的女朋友非常浪漫，然后非常注重这个生活的仪式感，你会怎么做呢？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比如说我们的纪念这个日期，我会提前做好准备，但是我不会把这件事刻意的去记着。就是说啊，我为女朋友做过什么，我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应该付出的。好的，谢谢。好，现在8盏灯。上去灭掉6盏灯回来。有请3号、5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看大屏。12号。直推是。我们来看一下徐凯欣的直推女生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直推是。我们来看一下徐凯欣的直推女生是。铁梦娜。老铁，老铁，来，老铁。男生阳光帅气、活泼健谈、做事认真、擅长规划、追求品质的生活，感情里非常在意自己在另外一半的心中的地位。而女生的性格随和温柔、自信从容，喜欢淡然平和的生活状态，感情里更在意和对方的情感连接。两人性格属于比较互补的类型，男生的热情和活力很容易带动女生，而女生的温柔、细腻、包容、体贴也会让男生感觉比较好，是非常甜蜜又浪漫的一对。来看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李雅文，爱情座右铭，小叛逆，我的生活。看一下第3项吧。欢迎收看我的生活频道，这里是我的读博生活。周一到周五呢，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去上课的路上。下了课之后的我，会选择把时间花在图书馆里，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我听过说很多女孩子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话，可是我们女生该成为什么样，当然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开心的时候我喜欢流汗，不开心的时候流泪也不如流汗。如今我庆幸我仍然自由，我可以是任何样子的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也对未来的我抱有绝对的期待。
李嘉欣，无辣不欢，我的异地恋原则，向往的旅行。第3项吧，向往的旅行。在我的记忆里，梦中的旅行总有一股夏日海风的味道。大学4年，也特意选在了一座海滨城市，只要一有空，我就会去海边走走，踩在松软的沙滩上，或者坐在沿海公路的车里。海风轻拂的感觉，能瞬间治愈所有的坏心情。这个时候，要有个爱人陪着我就更好了。你愿意和我一起吗？铁梦娜，日常收入分配，家务小能手，我的小天地。第3项吧。Hello， 大家好。在毕业之后呢，因为对服装比较感兴趣，所以就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店，而且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然后很幸运的，我的爱好就是我的职业，我也很享受现在的每一天。刘紫薇，工作之余喜欢的理想的婚礼。第1项吧。工作之余的我喜欢一个人享受生活，去书店逛一逛，静静的坐上一下午，亦或者去音像吧找我自己喜欢的 CD。我有着自己认为还不错的厨艺，所以只要时间允许，我喜欢下厨房为自己做一餐又一餐。我还喜欢好看的日出和日落，甚至可以为此驱车几个小时，只为看那几分钟的美景。这是我的狗狗，因为有它的存在，我的生活才更有趣。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果在恋爱期间，你和异性出去，你是如何做到能让我放心？首先，如果我和异性出去，我会告诉你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分别就是参与了我哪一些角色。如果是正常的社交，就是我希望对方可以理解我。我估计就是其他的，除了正常社交之外，我自己也不太会跟异性出去，会保持距离。我如果跟异性出去的话，我会让你了解他是我一个什么样的朋友。而且我现实中的异性真的很少，我基本出门男生就是我弟弟、亲弟弟，他只要在家都是我们2个一块儿。我也是，平时就是周围男性朋友特别少。如果说和男性出去，我会及时向你报备，包括我们几点回家呀，都会告诉你。其实当我们恋爱那一刻开始，我可能就会告诉你我有哪些异性朋友。如果我和他出去玩或者是单独相处的话，我会告诉你他在我生活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好，来最后时间给爆灯的。其实男嘉宾昨天我不知道晚上有没有注意过，其实我们2个人擦肩而过是在你按电梯的时候。哇！然后我回头看了你2眼，然后我在想，哎，这个男孩子好帅呀。通过你整个的VCR 的了解，然后我发现我们很多是相似的。我有喜欢的小动物，比较热爱户外的运动，包括像你去骑机车，我喜欢去玩滑板。其实刚刚在爆灯的时候也很机缘巧合，是因为我真的很犹豫，我家要不要爆这个灯，但是我的手抖到这个灯就已经亮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冥冥注定吧，可能是冥冥注定吧。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紧密些我就决定愿意的手我也不会。谢谢谢谢。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想清楚你的决定是。那我现在可以上去牵手吗？
我的脑，他应该是跟铁石。那我选。爱的模样，我们的故事像梦一样，各自开扬，闪着夕阳，那心动的世界被你拉长，天空上浓郁着愿望，幸福就在有你的地方。我当时没有想过会有女孩为我爆灯，然后当她爆灯的那一刻，说实话，我也是当时有点大脑空白啊。后来看到女嘉宾讲她有养宠物啊，也喜欢这种户外运动，我就觉得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在一块儿以后的生活可能会充满了乐趣，两个人的互动性、亲密性也会多一点。其实我已经很在纠结要不要去爆这个灯，因为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喜欢我这个类型的。然后我手在抖的时候，就刚好那个灯就已经按到爆灯键了。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缘分。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